那上节课听说你们把10个建模操作都学了，那能不能帮我们厂做个模型啊？我们很简单的一个6边形的螺母，你不会连这个都不会做吧？不会吧？你可能真的还不会。就这节课呢，我们要开始学习什么是修改器，我们就从这个螺母出发，然后看看呢，我们用常规的方法和修改器的方法有什么不同。这节课我们要搞清楚2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是修改器，第二个呢是为什么要用修改器。我们先用常规的方法看看怎么去做这个螺母。我们先把这个立方体给删掉。第一步，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做，那就新建一个柱体，然后把这个柱体呢改成一个6边的柱体，对吧？然后把它这个深度呢稍微改得矮一点，这样就有个6边形嘛。所以第一步应该不难，大家都能想到。关键是第2步掏一个洞，那怎么掏呢？其实有的同学可能已经想到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先选中上面跟下面这个面，然后同时向内挤出，然后挤出一个小的6边形。好，我们 Tab 选择上面一个面和下面一个面，切换到面模式啊，然后按着 I， 然后向内挤出，这样就有一个小的6边形了。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把这个6边形变成一个圆呢？你可以在这边，有的同学说，那我加细分吧，那我确实可以加细分，然后加了这个点，然后我手动像这样把它拉成圆嘛，切到7啊，切到底模式，然后就去拉嘛，这肯定是不太合适的。那什么快捷的方式呢？然后我们可以到编辑这边偏好设置，我们装一个它内置的插件啊。Blender 有很多内置插件非常好用的哈，我们输入 loop， 然后这边有个 loop tool， 然后我们把前面的那个勾号勾上，然后它就装好了，就这么简单。然后在哪儿找这个插件呢？我们先 Alt Z 切换到透视模式，然后选中上下这2个小6边形，然后呢，大家记住一定要用透视模式啊。然后你按着 N， 这边会弹出来个侧边窗口，然后点击编辑，这边有你刚刚装好的 loop tool， 然后你选择圆环，看到没有？它就变成那个圆环了。那你可能说，哎，老师这个好像不是特别圆呢，细分太少了。你也可以右键像这样增加一个细分，然后再用这个 loop tool 的这个圆环把它弄得更圆一点。接下来我们按着 X， 然后删除这2个面，然后接下来你就会做了嘛。我们可以按照 Alt， 或者说你直接在顶视图哈，那个顶视图，然后切换到这个7顶视图，然后透视模式下把中间的圆选中，然后 Ctrl E 桥接循环边啊。那这中间这个小圆环我们就切出来了。好，接下来我们做倒角，我们在线模式下按照 Alt 双击上面这一圈，然后再按 Shift Alt 双击这边这一圈，然后就可以把上面这个选中。你切换到点模式，你会发现，哎，中间的这条边也选中了然后我们 Ctrl B， 然后像这样，哎，这个拉出个倒角，你可以滚动鼠标滚轮，可以增加这个倒角细分啊。那这样的话，这上面的倒角就已经做好了。接下来这个圆的倒角，我们选中这上下2个圆啊。7切换到顶视图，然后 Alt Z 透视模式，然后像这样一拉，把中间2个圆选中，让我们做倒角。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有个问题，你把中间这个垂直的线给选中，这样倒角是会出问题啊。我们还是 Alt 双击，我们先 Alt Z 切换到不透视的模式啊，这样选方便不会选错。Alt 双击，你会发现你 Alt 双击只能选择一小块，因为这边有一个点，它被这个线给划开了，所以你没法选一圈。你可以先随便选条边，然后到这个选择里面找到选择锐边，它会自动把这2个90度夹角的这个2条边给选中，然后你再 Ctrl B， 然后拉出一个倒角，然后按照滚轮去调整这个倒角的这个段数，然后按着 Tab 退出编辑模式，然后右键把它平滑着色。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常规方法的螺母就做好了。不过有个问题啊，假如我这个厂家说，哎，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螺母改薄一点，然后这个孔开大了能不能搞小一点，而这个倒角我觉得你开的有点多，能不能再把它弄少一点啊？那你怎么改呢？那接下来我们试试用修改器怎么去做。接下来我讲一下最常用的3个修改器：表面细分、实体化跟倒角。那怎么添加修改器呢？你可以选择你要添加修改器的这个物体，然后到这个小扳手这边找到你要选择修改器。比如说我这个表面细分，你看它马上把这个立方体变成一个球体。我们 Tab 一下，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有一个立方体的这个外形的，只是说它通过一些拟合让它变得更加平滑。你可以通过修改这个修改器这边的那个细分参数，让它变得更加平滑，就细分的面会更多。这边有2个区别啊，一个叫视图层级，一个叫渲染层级。比如说我现在视图层级是1，然后渲染层级是2，就是你现在看起来这个面是比较少的，但是你 F12 看一下，它还是细分了2次，对不对？它主要是为了提升你的电脑速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面越多，计算机计算的东西会越多，所以你可以在视图里面把这个面弄小一点，然后渲染里面你就可以把它稍微提高一点，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你在视图操作里面的这个速度。
就是表面细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修改器，非常常用啊。比如说我在这边加一个细分，或者这边切一个循环切割，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柱体，然后你可以在中间切一刀，然后像这样一拉，那你就可以曲面建模，对吧？这个其实是非常常用的这种操作啊。点击这个小电视，可以在视图里面预览没有修改器的样子。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重要的修改器——实体化修改器。你可以这么理解，实体化修改器就是给一个平面加厚度的。我们来新建一个平面，然后点击这个平面，在这个小扳手这边给它加一个实体化修改器。好，现在看起来好像区别不大，你可以把这个厚度加高一点，你可以看到呢，它就会变成一个有厚度的一个立方体了。下面这个偏移量指的是法线内外，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面，就是它是往里面加厚度还是往外面加厚度，可以调到试试看啊。好，我们来讲第三个倒角修改器。我们新建一个立方体。我们正常加倒角的方式呢，就是选择我们要加倒角的这条边，然后 Ctrl+B 拉出一个倒角，你可以用鼠标滚轮滚动去增加或者减少这个细分面，对吧？好，我们 Ctrl+Z 先撤销啊，我们用修改器来增加倒角。我们选中这个立方体，然后到这个小扳手这边，给它加一个倒角修改器。其实你加修改器，你在编辑模式和物体模式都可以加哈，其实没有关系。你可以调节这个偏移量，可以增加这两条，就是你新加的两条边的这个宽度，然后这个段数呢，就是给它加细分嘛，对吧？好，我们把这个小电视关掉，你看它其实这个立方体一点都没有受影响。修改器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非破坏性的一个建模方式，你随时改都可以，前提是你不要应用这个修改器，应用了你就没法改了。好，我们再讲第四个修改器啊，就是布尔修改器。我们来新建一个立方体，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柱体，然后我们用 SZ 把这个立方体、把这个柱体给拉长。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用这个柱体在这个立方体上掏个洞，所以说我们要给这个被掏洞的这个物体加一个布尔修改器。它默认是插直的方式，你可以选择这个物体，就是这个柱子，把小吸管吸到它，然后你放在这边，然后挪到这个小圆柱中心，然后你把这个柱体，你给隐藏掉，你看，它就给它中间掏了一个洞了，这是不是很简单？你可以点击这个小电视，你看这个立方体其实是没什么受到影响的。OK， 它有三个方式啊，一个叫并集，一个是交集，一个是插集。好，这个圆柱体不在中心哈，我们可以 Alt+G 把它移到中心，然后我们可以 S 把它弄小一点。OK， 然后你再把这个隐藏掉，你看它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洞洞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有三种方式：并集、插集和交集。并集呢就是这两个东西合并的样子，那个交集呢就是它俩相交的部分，其实很好理解的啊。其实我快速过了一遍这四个修改器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同学可能已经知道这个六边螺母该怎么用修改器来做了。好，我们用修改器的方法来做这个螺母。我们首先 Shift+A 新建一个圆环，然后把这个圆环的这个细分呢改成6。好，我们进入编辑模式之后呢，然后 Alt 选中这条边 F 填充，然后你就得到了一个6边面。好，接下来我们给这个面加一个厚度，我们用什么修改器？实体化修改器，对不对？给它加一个厚度，这个时候你看你就可以自由的控制你要加多高了，对吧？这个如果你的客户说你要给我改小一点，那你这边还可以改，对吧？我们就给它加一个 0.6 吧，就这么高。这个厚度的这个正负和这个偏移量的这个正一负一都可以控制你这个厚度是往上面加还是往下面加，大家可以调试试看啊。我们就用正的 0.6， 这样的话你这个原始面是在上面的，你好操作一点，对吧？好，接下来我们来掏洞，我们来新建一个柱体。好，这个柱体太宽，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缩小一点，但是我又不想让它在 S 方向缩小，你可以 S 之后呢，然后 Shift+Z， 这样的话你就把 Shift+Z 就是把 Z 方向保护住，然后你就只缩小 XY 方向。好，我们 Tab 退出，然后我们选择这个螺母，给这个螺母加一个布尔修改器。那用这个小吸管吸这个立方体，然后把这个小眼睛关掉，那它就掏了一个洞出来了吧？然后其实这个时候你再去 S， 那缩小这个立方体的这个半径的话，你就可以通过调节这个小圆柱的这个半径来缩小你中间这个洞的大小。好，接下来我们来加倒角，选择这个6边形，然后加一个倒角修改器，然后它马上给每个地方加了个倒角，对吧？很方便，真的很方便。然后你就给它增加一下它这个宽度呀，然后把这个细分调高一点，然后这个小螺母就做成了。它有非常多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去不停的调这些倒角的这个宽度呀，你可以调节这个实体化的厚度啊，包括中间这个洞的大小。但是我这边想强调一点哈，就是咱们这个修改器的顺序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你可以点击这个小电视把它给关掉，一个个关掉，你可以看到它是这样子，点击前面这个小三角可以把它收缩。还有一种快速的方式比如现在展开了，你可以拿鼠标这样一拉，从上往上一拉，它也全部都缩住了啊。它是这样一个快捷操作方式，跟大家说一下。修改器的应用顺序呢，就程序的应用顺序呢，它是从上到下，就是它先做了一个实体化，就给它加了个厚度，然后再加了个布尔，剪了中间掏了个洞，最后再去做了这个倒角。比如说你现在呢要把这个倒角落到这个布尔上面，那它就是先做实体化，然后再做倒角，然后再在中间掏个洞。因为这个布尔掏洞是最后加的，在倒角后面，所以说呢它就没有倒角效果。那比如说把这个倒角落回到最后呢，它就是在掏洞之后再去做倒角，所以说它每个边它都给做了个倒角，所以这个其实挺好理解的，对吧？然后这边提一下布尔修改器虽然它很简单粗暴，但是呢它是有它的一些弊端的，就是它很容易造成一些多边面和一些不规则的面。比如说你看我把它平滑着色之后，你可以看到它就有这种很奇怪的阴影，对吧？好，我们可以把它这个东西应用一下看看它是什么样的面，然后你可以 Ctrl+A。应用的这个顺序呢，也是从上到下的跟它一样的。然后我们 Tab 一下，你看前面这个6边面呢，就已经被中间这个圆环切成了 N 边面了，叫 N 杠面。然后这种面呢，在计算光线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阴影的这种问题所以呢，就是布尔慎用。好，我们 Ctrl+Z 3次撤销刚才的那个应用修改器好，你可以改成这个平直着色，你是看不到这个阴影的。最后呢，我们来做个总结，就是今天我们讲了4个修改器，前3个呢是非常非常常用的修改器。那现在你大概应该也知道修改器是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有3个特点。第一个呢，它就是快，就是很快很直观的能达到一个非常方便的效果。然后第二个呢，它是一个非破坏性的建模，它是可修改的，就是在不改变原来模型的这个基础上，你能够很精确的控制这个参数。然后第3个特点呢，就是你可以叠加好几个修改器去使用，然后达到你的目的。好，本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节课我们建模马拉松见。Cut tips.